Hello，人云自在，大家好呀。有句成语"一苇渡江"的典故由来，传闻是达摩祖师传扬佛法，入经长江，脚踩一根芦苇就渡过了长江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达摩祖师。有热爱武侠影片的朋友们，应该很常在一些剧情场景中听到过少林武功的最高绝学《易筋经》，是相传由达摩所创。不过当然，真实却是有此书，但是作者却不是达摩祖师。作为中国禅宗的传奇创始人，有一句著名的格言，长期以来被视为禅宗的根本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在之前影片中有说到，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的传承袈裟，就是达摩祖师从天竺国带来的。关于六祖慧能大师的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会放在右上角的资讯栏跟片尾哦。而在史记上记载，达摩祖师在少林寺传法给禅宗二祖慧可大师后，便离去继续弘扬佛法，于150岁时左右涅槃。当时南朝梁武帝更是亲自撰写碑文，以示对达摩祖师创立禅宗的纪念。不过3年后，东魏孝静帝时期，据传有位使臣在去西域取经返回的途中，竟然看到传说中的达摩祖师手挽着一只鞋，翩翩独行。于是使臣便问要去何方，达摩祖师回西天去。这位使臣回到东魏时，直接禀报了魏帝。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，魏帝命人将达摩祖师的墓穴开棺。接下来的场景验证了使臣看到的，只见棺材中空空如也，但是却留下了一只鞋。这是达摩祖师有名的织履西归的典故由来。那达摩祖师究竟去了哪里呢？据传，创立师身法的尊贵的圣者帕当巴桑杰就是达摩祖师。那在故事开始前，再请多多支持，帮我点赞跟订阅哦。那就一起来了解达摩祖师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达摩祖师又名菩提达摩，本名是婆提多罗，属刹帝利种姓，出生在古印度时期，也就是南天竺国的香治国。他是香治国的上王子。香治国是佛法盛行的国家。达摩祖师从小就聪明机智，悲天悯人，更是对佛法有着很大的兴趣以及慧根。从小便跟着母后到寺院参拜，更是多次协助父王发展推广佛教事业。在某一次，因为疼爱他的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离去，便开始思考生老病死以及如何面对生死无常、解脱之道，更是翻阅了许多佛教典籍和请教许多高僧，从而升起了出家修行的念头。于是离开了他的国家和王子的身份，四处游历宣扬佛法。之后更是遇到禅宗西天28祖的第27代祖师尊贵的般若多罗尊者，并拜于门下。也许荧幕前的你会好奇，禅宗西天28祖尊贵的迦摄尊者被尊为西天的禅宗始祖，据说是释迦牟尼佛在一次法会上拈花微笑，受众无人能解，只有迦摄尊者能契悟佛意，因而得到佛陀的护法，开启禅宗以心传心的法门，所以又称教外别传。而达摩祖师除了是东土禅宗的创始人，更是西天禅宗的第28代祖师。虽然关于达摩祖师传记的资料非常少，人们对于青年时期的他知道的也非常少。最为出名的事迹大多是成道后的事情。作为第2位造访中国南方的古印度僧人，在大约西元4世纪末5世纪初期来到了中国。根据不同的资料记载，有分成水路和陆路抵达中国，但一路几经波折才抵达。据说走水路时，船只遇到了暴风雨，而陆路时更是遇到了当地土匪强盗。虽然最终成功抵达了中国，而在那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，达摩祖师更是遇到了当时虔诚佛教的梁武帝。他们著名的会面被记录写在了佛教公案集《清壁记》中。到底是什么会面呢？
让当时的梁武帝气得牙牙紧。大家都知道，梁武帝在位期间大兴佛教，更是定佛教为国教，广建佛事，留下了许多慈善事迹。其中他的一篇文章《断酒若文》更是影响了中国僧侣，成为素食的奉行者。而在当时，梁武帝听闻有得道的僧人从西域过来，当他到来的消息传来时，梁武帝更是亲自来到了他的帝国边境，并派人在边界处设置了巨大的接待处等待。当达摩祖师站在梁武帝面前时，随行官员宣读了一份长长的目录，里面详细列出了皇帝为抄写和翻译佛经、开寺院以及允许臣民出家修行的所有费用。在这番话的最后，皇帝问道：“我做的这一切善行累积了什么功德呢？”令梁武帝错愕的是，达摩回答：“没有任何。”梁武帝对此感到相当的恼怒，但是还是隐忍住脾气，因为根据他的信仰引导并相信，根据业力说法进行虔诚的行为，应该会累积良好的功德。与此同时，梁武帝又问了第二个问题：那么佛教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回复来了：一片虚空，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。梁武帝顿时觉得对佛陀教义的理解遭到削弱，已感到困惑，希望得到澄清。因此下一个问题，达摩的反应似乎有些更令人费解。最后梁武帝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：那么站在我们面前的是谁？未知。毫无疑问，正是最后这一回答，梁武帝现在已经完全被激怒了。也许他想知道是否应该叫刽子手来处理这令人恼火的僧人。梁武帝问他以为自己是谁，换句话说，他凭什么权威说话呢？结果达摩祖师与梁武帝这次会谈，因为理念不合，话不投机，之后达摩祖师更是离开南梁，向北而去。那之后的故事，相传达摩祖师离开南梁后，乘着一根芦苇草渡过了长江，来到魏国少林寺附近的一个天然山洞，并把这里当作他坐禅修行的地方。相传达摩祖师在这石洞里择日面对石壁，盘腿静坐，于是之后的时间里，入定、开定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长达9年之久。而这地方，达摩祖师坐禅的对面的一块石头，在他离开后，被发现石头竟然留下了他面壁静坐的姿态。后来这石头被人们称为达摩面壁影石。关于达摩祖师成为中国禅宗创始人的缘起，是至此山的。当时中国有位高僧叫神光禅师，他在寒冷的雪中站到大雪也没到膝盖，都还没有离去，因此得到达摩祖师怜悯，更是苦求拜师，致断手臂，被赐名慧可，也就是中国禅宗二祖慧可大师。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缘起呢？在达摩祖师还在南梁时，途经一处地方，见到神光禅师在讲经说法，围观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，于是挤到人群中侧耳倾听。在旁听的过程，达摩祖师听到有些地方就点头，有些地方就摇头，因为点头表示赞成，那摇头不就是不赞成？这在当时的神光禅师的眼中，感觉非常的不尊敬。而在结束后，达摩祖师竟然上前询问神光禅师，因此就有这么一段话流传出来。达摩祖师问：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呢？神光禅师回：讲经。达摩说：那是什么经呢？此时神光禅师不耐烦地反问说：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达摩祖师说：我从天竺国过来的。神光禅师说：那你们不讲经吗？达摩回答道：当然，不过我们讲的是无字真经。神光又问：什么是无字真经呢？达摩说：无字真经就是一张白纸，你所讲的经，黑的是字，白的是纸，那你讲它做什么呢？神光一听，心里有点不高兴，就说：我讲经教人了生死。达摩说：你凭什么教人了生死呢？你自己的生死都还没有了呢。
就这样，两人的初次碰面，对佛学上互相都有分歧，就这样不了了之。达摩祖师也继续向北而去。之后，旁人对神光禅师说：“刚刚与大师说话的人是天竺国过来的高僧，精通佛法，学识渊博。”而在听完后，神光禅师更是懊悔不已，非常的惭愧。师父都到自己跟前了，怎么那么无知，竟然没有礼貌？于是便赶紧往达摩祖师离去的方向追去。终于追赶到了达摩祖师闭关的石洞口。于是，在洞口外高声请教，但是达摩祖师正在入定禅修。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，便在雪花飘落时一直站在洞外。整个晚上他都站着，直到早上，雪已经没到他的膝盖了。隔日，达摩祖师怜悯他，问他想要什么。神光禅师回答说，他是来求法的。达摩斥责他说，老祖师们为了佛法，折断了骨头，抹出了精髓，而你却三心二意地要求他。我们要明白，达摩祖师这时正是在考验神光禅师，是在考验神光他对于佛法的决心到底有多大。此时神光禅师的反应却是拔出他的剑，砍断了自己的右臂。在当时那个朝代，人人都会佩戴着剑，而这令人震惊的行为，达摩祖师被神光禅师的虔诚感动到，便说：诸佛最初求道之时，都是舍命求法，为法忘躯。如今你为了求法，在我跟前砍断手臂，这样求法也能成功。于是为其改名，舍弃神光，赐名慧可。之后，慧可大师请求祖师教他所有佛教的核心教义，但是祖师却告诉他，这些教义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。慧可大师表示，自己的内心还没有找到平静，希望达摩祖师能帮助他达到内心的平静。而达摩祖师让他把心交出来，他来帮忙安抚。于是慧可大师试图打造自己的内心，但发现自己好像做不到。于是他告诉达摩祖师，他找不到自己的心。而达摩祖师回答说，他已经帮慧可大师安抚好了内心。慧可大师一听后，终于有所领悟。而据说，在后魏孝明帝统治时期，达摩祖师曾经6度被他人暗中下毒。在经历了最后一次中毒事件后，他认为自己在中国传播佛法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位优秀的继承人。因此，达摩将佛家沙和钵传给了慧可大师，而慧可大师成为了中国禅宗的第2代祖师。在传承衣钵给慧可大师后，达摩祖师便离开，继续宣扬佛法。关于达摩祖师之后在中国的踪迹，史记记载甚少。据称，在高龄150岁时，在中国端坐涅槃。而前面说到的梁武帝，当时在他们不欢而谈的会面后，梁武帝经由其他高僧转述，才得知，当时达摩祖师本来是要度化梁武帝的，为了使其开悟。不过后来后悔莫及的梁武帝派人追赶，也没人再次把人迎请回来。之后传出祖师涅槃后的消息，伤心不已，更是亲自撰写了碑文，赞颂达摩祖师。其文为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。而根据在资料记载，西域高原上，东魏外派的使臣在返回东魏的方向，遇上了往返方向的达摩祖师，更是上前与他谈话。见到他只穿了一只鞋，并询问祖师要前往何处。达摩祖师回应他要返回自己的家乡，并告诉使臣，等他返回东魏时便会知道真相，并劝他不要把他们相遇的经过告知任何人。而当使臣返回东魏时，这位使臣并没有按照当时达摩祖师最后的交代，反而是一五一十的把事情上报了给当时的皇帝，也就有了后续。皇帝命人开棺，发现了留下了一只鞋的空棺材。虽然关于达摩祖师一生的记载大部分都是传说，但是正是因为这样，为后世人们留下了深刻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。而作为西天禅宗第28代祖师，
为中国禅宗的初祖，在佛教文化、中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不过，大家最为好奇的是，达摩祖师最后去了哪里呢？有传说，达摩祖师曾经去过日本，而日本的不倒翁形象就是达摩祖师。但是在西藏的历史里认为，尊贵的圣者帕当巴桑杰与中国的达摩祖师为同一人。传说他住世的时间约500多年，也曾经到过中国与西藏数次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你的点赞订阅是给予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！